这个神力一定有问题。无论如何，神君不容玷污，赶走他。但我们行事绝不能有损神君名誉，也不能有损我们自己的名誉。什么都不损，那怎么教训他？他能拿芙蓉君打掩护，我们就不能吗？王爷用膳了，你们就给我吃这？你还想吃什么？伺候您的侍女病了，我是来替她的。仙界也有卖假药的吗？啊，得找店家赔钱啊！敢毒害本王的人，居然只有这点胆量！仙界果然养蠢物。你凭什么？像你这样的卑劣灵族，如何配得上芙蓉仙君？你这么喜欢芙蓉君吗？要不这样，我带你一同到天君那儿，你好好跟天君表达表达你对芙蓉君的爱意，让天君为配得上芙蓉君的你赐个婚，可好？本来这种毒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伤害，但你方才吃进去的药在体内一合，倒是有点厉害。不过如此嘛，芙蓉君从来不是你这样的人可以私占的。就是。你们仙界这帮臭丫头，当真是欠揍极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明明中了这么多毒，被芙蓉君荼毒了这么久，本王今日便让你们看看，什么叫铁血真英雄。15331，15331，15332，15333，15333，15334。谁呀？本仙君马上就要破纪录了，这是养的女鬼吗？仙君，仙君，仙君，好像有仙女去碧苍王的院子里图谋不轨。走，去看看。我去你的！走，快！沈烈，你在做什么呢？
有3个不知死活的仙子来送死。认识这个吧？啊！我把他们给杀了。你把他们杀了，然后烤了。尝尝吗？哎呀，还真是的，过了，有点过了，你这给我吓！哎呀，还杵着做什么呢？赶紧救人呐！哦，谁敢？好歹给我一面子吧，让人家说说话了，给你道个歉。啊？给谁面子？给你的未来未婚夫嘛。行。仙君，别吵！放我们出去！仙君，救我！别吼了！仙姐之前实在太放肆了，就是，根本不把我们仙界放在眼里，堂堂碧苍王居然如此蛮横无理！仙君，快把这个沈离赶出仙界！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们！放我们出去！哎，别吵了！放我们出去！仙君，放我们出去啊！仙君，放我们出去！仙君，天君到！天君，成何体统？沈离记得之前芙蓉君与行止神君来我灵界之时，我灵界虽算不得以倾国之力相待，但也算是礼数周全。可这如今有毒的饭菜还在桌上，空气中仍有异香，这有毒的银针沈离也都还留着。这1日3份重礼，敢问天君，这便是你们仙界的待客之道吗？啊，是本君考虑不周，令碧苍王遭到如此不快之事。3位仙子即日起禁闭100年。啊什么？多谢天君帮沈离主持公道，但是沈离还要在这仙界多待上一段时间。这芙蓉君府，沈离怕再生事端。这些姑娘的招数虽伤不到实质，但谁知道芙蓉君还会招惹多少麻烦过来。照这1日3次的阵势，便是不死也得崩溃了。还望天君
帮沈离找一处安静的住处。别吵，来，你的，来，别说话了啊！仙界西处小院可以。碧苍王，仙界西有一处安静的小院，只是位置稍偏，屋内布置也略显朴素，不知碧苍王可会嫌弃？哎，天君言重了啊！仙界的朴素于我而言也不会差到哪里去，明天就搬过去啊！也好，你与神君也是见过面的，所以你二人同住也不会尴尬啊。神君啊，这仙界能被称为神君的人，约莫只有那一个吧。他在那里住，你这老头怎么不早说啊？我们同住会尴尬的好吗？站住！来是何人？沈离，参见王爷。不知王爷为何在此徘徊啊？随便转转。百花宴在即，还请王爷莫要随意走动，以免被当成宵小之徒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仙界这些家伙怎么回事？一个两个都这样。与其被这样烦扰，不如去西院与行止一同尴尬着。行止下界的时候并没有被抹掉记忆，所以他那个小院定是按照这个布局来摆的。我记得这里的摆设是遵循了能聚天地灵气的阵法，在此处待着倒是有助于潜心清除体内浮生留下的毒素。或许也只有在人间的时候，披着一个凡人的身体，所以他才能那般随性吧。重归神位的行止，有了太多我看不懂的情绪与顾忌。身份的不同，当真可以改变一个人太多。没人喂的鱼长这么肥，这仙界的水好啊。这是一群小鲤鱼精啊！大姐姐，你要陪我们一起玩吗？大姐姐是凤凰吗？凤凰为什么会怕水？谁说凤凰怕水了？我也觉得凤凰可能怕水，我才不信呢！试试就知道啦！哎，你们干嘛？松手！松手！松手！别哭了！哎，你们等
神君来了。不吃就不吃吧，那我们先洗个澡。洗澡喽2次了啊，2次。但我刚才看你玩的挺开心的。我承认，第一次我是有意的，但这一次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嗯，出来。我自会给王爷一个交代。神君，能不能一个都不打？上来。都把屁股给我撅好。撅好了。说吧，要打几个手掌心？神君，能不能一个都不打？王爷，你说吧，打几个？要不，王爷，给你，你自己动手打啊！别打我们！还不赶紧给王爷道歉！哎，行了，别闹了，快走，下去。赶紧走吧，下去吧，下去，走吧，快走。哎呀，王爷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？不过就是一群小孩子，弄得我跟欺负他们似的。神君带这么多小孩，你不吵吗？热闹啊，你不觉得很好玩吗？本来满心以为见到他会尴尬，但此事一闹，哪还有什么尴尬可言？神君给沈离安排一间厢房吧。从昨晚到今日这么折腾，沈离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。左边的厢房任王爷挑选。还有啊，这些小锦鲤也都算是西院的士卒，这段日子就让他们伺候王爷吧。我不需要人伺候。
估摸是在屋子里闭关修行，这样也好。若能一直持续到百花宴后，下次再见到他，除非是在我和芙蓉君的婚宴上，然后就没有相见的日子了吧。哎，过来，站好，再不听话，都给你们放到池子里，给你们清蒸了。可是神君说了，王爷和其他仙人都不一样，不吃饭的话会饿肚子的。如果我们不伺候你，王爷会被饿死的。饿不死，我也是神仙，不用吃饭，回去吧，快走！一大早这么热闹啊？啊？神君是来给我添乱的吧？我可没有这么传达。我们是真的在用心伺候王爷，真的是用心的在伺候王爷。这叫真心伺候吗？若要伺候，便由神君来伺候吧。好啊，经理们，回池子里去吧。说吧，王爷想我怎么样伺候呢？仙子为何而来？我是，天君嘱我通知碧苍王，想着王爷常年在灵界，周身难免沾染瘴气，是以在参加百花宴之前去洗水池净身。今日是去洗水池的日子，我心想着神君与碧苍王同住，便带来一些仙果。我是看门没关，我就进来了。好巧不巧的，什么都没听见。神君仙果。若是天君传令，便别耽搁了，快些走吧。王爷，那是天外天机缘之下降于仙界的神光，你如此直视，甚是无礼。天外天，王爷，
先前我曾去过灵界，虽不曾细探，但也算见过灵界的环境。我知道，灵界之人对仙界必有不满之心。仙子有话请直说。可是不满也好，怨怼也罢，还望王爷和灵界之人拿捏分寸。这3界唯剩一个神了，没有人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。所以仙子的意思是，灵界心怀不轨，利用我勾引行止，意图消掉行止的神格。仙子，且不论我能不能如你预计的这般有本事，就说失去神明这事儿，若行止保不住自己的神格，那也是他的事儿，你告诫我有什么用？洗髓池快到了，王爷请吧。王爷踩到我的裙子了。参见神女。这洗髓池不仅能够洗掉瘴气，也能够洗去很多灵力。要想恢复灵力，怕是得等到百花宴之后了吧？退了我的灵力，减少威胁。这些道貌岸然的仙人，总是时时刻刻对灵界提防着、戒备着。即便是我们已经那般妥协了，
体内气息如此不稳，必定是洗髓池的效果。我不用灵族之人相救。好啊。想保住脸吗？求我啊！求求你！本来你求我，我也不打算救你的，奈何你是随我来的洗髓池，这未免也太巧了一些吧？我不过是不想让其他人说闲话罢了。白氏这一招挨了顶多痛上几天，但这幽兰仙子指不定就直接给拍死。你没事吧？皮肉伤而已。你为何远弄他？
危险！等其他仙君来了再去吧。这幽兰倒是个知恩图报的性子，无妨。说，尔等何方妖孽？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哎呀，王爷，请手下留情啊！此乃是神君养在天外天的白灵神兽，并非妖孽。行止。对。你们神君是要做仙界的养殖大户吗？什么猫啊狗啊的都有他份儿。哎呦，别怕别怕。碧苍王是在埋怨我的过错吗？啊，小仙的过错。我受伤了。托神君的福，皮肉伤而已。怎么回事？啊，小仙奉神君之命，将白灵兽从天外天带去西院，怎知经过此地，白灵兽突然发狂，我拉也拉不住，伤了王爷和洛天神女，实在是小仙的过错。白灵兽突然发狂，并非你的过错。你带碧苍王到西院找一个医官，看看伤。王爷，你为何去惹白灵兽？幽兰不知神君在说什么。碧苍王桀骜不驯，对仙界傲慢无礼。幽兰想着给他点教训，让他收敛一下脾性，谁曾想白灵兽失控。该收敛脾性的，怕是幽兰仙子你吧？幽兰知错，可神君，你是三界唯一的神明了。幽兰恳请神君顾念三界众生，碧苍王审理此人，不可深交。我与碧苍王并不熟悉，谈何深交？仙子此次险些酿成大祸，再有下次，怕是不会那么走运了。听话啊！别动，别动啊！白灵兽身为神兽，怎会无缘无故的发狂？
看行止今天将幽兰私自寻去，这祸事必是他自己惹出来的。我这才来仙界几天，便遭了多少横祸，实在是与此处有缘无分。别套了，王爷，我怕他伤到你啊。他乖的时候不套也行，不乖的时候套也没用，省得浪费绳子。说的也是。哎呀，王爷，你要是喜欢他呢，就陪他玩一玩。神君把他带来呢，也是为了陪你啊，打发点时间。来，给。行。王爷，那我告退了。嗯。看似无心，却是有心。行止如今到底是怎么个想法？我觉得自己就像那只狮子狗，想起来的时候动弄两下，像是闲暇里打发时光的乐子。这个人的手艺半点没有变化。那不是他的房间，但常见他从那个房间出来。这饭菜还合不合你胃口？伤口恢复的怎么样了？你要是无聊，你可以和白灵兽一起玩，他不会再伤害。好多话想对你说，但我不该说，你也不会再给我机会说。进退失据，原来是这么个感觉。这房间里莫不是有什么奇珍异宝？
神青叶，神落星，神观月。这里竟然是供奉上古神灵位的地方。打扰了，诸位上神。千机，诞生新的神奇了，天道可有赐名？天道赐名行止。行止，好名字。他的使命呢？最奇怪的一次，天道并未给予天启之事。小星矢，我是上古神青叶，以后在天外天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行止，这是行止刚诞生出来的样子，这是上古神留下的记忆。还有吗？行止啊，一个玄算比赛而已，一票之差输给青叶，不丢人吧？差了一票，那你投给谁了？我要是说没投给你，你会怎么样？给你看个东西。什么呀？洗洗脑子吧。行止，这小行止调皮蛋，幼稚。还有吗？啊？供奉上古神灵位的地方，当是极清净之地。把这么重要的地方随便摆在这样一个屋子里，真的没关系了。仙界的人是日子过得太舒坦，门口也不知道设个结界拦一下。
这儿不能随便进来。我先前没有告诉过你们。那我现在出去还来得及啊？来不及。也没什么大事，来都来了，一起过来拜拜。也有好久没人过来看望他们。此处的景色与天外天一样，他们素日里也会拍成星宿的模样，不会到处乱躲。可能今日见到你来了，他们就跑过来凑热闹，看来他们很高兴。他现在是真的开心。我看到的只有这些灵位上刻的字，而行止看到的却是他曾经的朋友，一些再也回不来的友人。行止活到现在，已经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活了多少年了。他被3界称为尊神，享最高礼物，独居天外天，握苍茫星辰，观天下大事。可却再没人能陪伴他左右了。他站得太高，谁都无法触碰。会觉得寂寞吗？为何这么问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若有朝一日，灵尊、肉鸦、我的将士和下属皆变为不能说话的牌位，而我还要一人独自守着空无一人的灵界，我必定是活不下去的。习惯了便好，并且我重责在身，你说的寂寞也好，生死也罢，都不在我的掌控当中。上古神不应该是将世间所有都握于掌心的吗？算是吧，但唯独我自身除外。神因力量过于强大而不能动私情，我想你应该是知道的。况且生与死也不在我的掌控当中，除非待到我受尽之日，化为天地之气，永驻山河，否则我还不能死。受尽之日，上古神也有受尽之日。自然，万物有生，岂能无灭？虽然我的寿数很长，待到我受尽那一日，我便随天道之力，化为天地间一缕生机，融入到山河湖海当中。神形虽灭，但神力永存，继续守护这万物星辰。既然如此，那这些神灵
都是寿终正寝，化为了天地间的一缕生机。他们中有3成是寿数尽了，剩下的7成都是在寿尽前出了变故，做了有悖天道之事，被剥夺神格，永堕凡世，到人间尝百苦去了。他们神形俱毁，神力荡然无存。他们生前在世间残留的法术也尽数消失了。这些灵位也算是天道仁慈，给余下的人留下了一点念想吧。而我亲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，这里的灵位一点一点的变多。也就是说，顺应天道受尽而去的神明，他的神力还会留存在这世间，但若被天道剥去神格的神明，便什么也不会留下。若有朝一日你出现任何变故，那虚天渊是由我撕裂出来的一个空间。若是我被剥夺了神格，没有了神力维系法术，它自然会消失。那会有数千头像蝎尾狐一样的魑魅逃出来？不会，它会随着虚天渊的消失而消失，但与此同时，灵界也会被虚天渊牵连，一同沦陷。为何？哪怕是神要开辟出那般巨大的空间，也是极为困难的。所以我借由灵界五行之力，并注入我的神力，方才铸成虚天渊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灵界与虚天渊便连通在一起，同存共亡。你既然做出这种不顾及灵界子孙后代的事，若虚天渊有任何变故，那我灵界岂不是第一个遭殃？我若不那么做，灵界早就不在了。我知道，在一场战斗当中获得一定的利益，必定要做出这种牺牲。但这样的牺牲，你不能出任何变故，一丝一毫都不可以，必须要给我活到寿终正寝之时。自然，更何况现如今天外天只有我一个神，整个天外天都是靠我一个人的神力维持着。如若我要是不在了，彼时天外天倾覆，星石落瓦，尽数砸在九重天上，必定使九重天塌陷，危害天下苍生。这3界唯剩一个神了，没有人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。幽兰说的没错，行止不能出世，没有谁能承受失去他的代价，只因为他早已不单单是他自己了。如此沉重的死，实在让人难以背负。所以，申丽，我不能喜欢你。神君玩笑呢？
事到如今，沈离哪还敢对神君抱有什么幻想？只是神君莫要时不时的撩拨沈离。当我控制不住，我控制不住想要撩拨你。这个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说自己责任沉重不能动情的人是你，现在说出这种话来牵绊我的人也是你，推开的人是你，握紧的人也是你，你是有毛病吗？应该是有点什么病吧。这算是承认了什么吗？他的话说得如此模棱两可，但背后的意思却那么明确，所有的情绪都该收敛了。可是他说他做不到，那么既然如此，本王必定会替神君治住这个毛病。这原本也不是我一个人能控制的事情，但没办法，一个身负天下重任的人在我面前耍无赖，那就由我来吧。我碧苍王没有斩不断的东西。那有劳王爷了，还望王爷莫要治标不治本，定不负所托。王爷，星芷还有一事相托。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。倘若有朝一日我神形消散，留下一个灵位在此，我还希望王爷闲来时能够前来打扫探望一番。为何是我？因为正好你看到了。神君仙寿绵长，沈离怕是等不到那个时候。如果你都等不到的话，那这寂寥天地也未免对我过于残忍了吧？我比谁都清楚，记忆不会保存太久。若有那一日，我希望他能来看看我，常看看。总会记得九一的若是他早早把我给忘了，那我该多气。他愿归来，好友碧海苍穹。哼，这偌大的仙界，还能给我饿死不成？这仙界的桃也不大呀。我们仙界的桃确实是不大，但是又香又甜。王爷若是不信，可以随便尝尝。这是让我随便吃的意思？你随便吃吧。这幽兰如今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想借着这几个仙桃噎死我不成？还是要陷害我偷拿仙果？哎，你们幽兰仙子给的东西拿了不算偷吧？王爷说笑了，既是神女给的，自然不算偷。
哎，这仙界的酒进到未免也太大了。糟了，百花宴开始了，我代表灵界来的，迟到了那可是个大笑话。这家伙竟然也不叫叫我。算了，最好连同社的情分也不要有。哼，这就庆祝上了。神君鲜少来百花宴啊，神君，请上座。这白玉已太冰冷，我就不做了。神君何时怕凉了？来，你们看到那是哪家的作家？看起来真威风。不知道啊，真的好漂亮。这是什么？真是威风啊！不是，这怎么了？这火锤之力竟如此强大，若不是凤凰天生火星，或许在我接触这压力之前，便已被灼烧为灰烬。啊！天君，有火光，往西院去了，已经烧起来了。西院供奉着上古神的灵位，碧苍王也在西院。是去哪儿了？这是？走。本王在此，谁也休想怎诸神一分为言。秦止与仙界那些蠢妇，如此重要的对话，竟不知是个直接护卫一家，而且释放这么久，
他们就没有谁看见这里不对劲吗？仙界这些闲人，当真是说他日子过去。他日若是灵界攻上仙界，不消一天，就能让这群酒囊饭袋俯首称臣。薅回去！我岳梦能理解，天道为何不许神明生效了。如此强大的力量，若随心所欲，始于私情，那天下岂不大乱？沈离，你不想活了吗？死不了，只是我有点累。你为了这间破屋子，把自己逼成这样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总不能让你一点念想都没有。掠过了苍茫，咫尺了渔场，崎岖风鸣长啸，眼眸越明亮。城壁染苍霜，你当真是在帮我控制？恰逢脸不过寻常，为激动光景难抵抗。神君，别过来！我现在就带碧苍王去疗伤。原来和神君比起来，平日看起来那般强悍的碧苍王，竟是如此娇小。沈离也有脆弱的时候。祸袭仙界，简直胆大包天，务必彻查。是。3天过去了，
天兵派了一队又一队，火攻这么严重的事儿，居然还没查出来。看来如今的仙界真的是悠哉的太久了，众仙家也真是散漫成性了。是该整肃一番了吧？回禀天君，回禀天君，调查西院被袭一事已有进展。快说！臣等循着行止神君扔回去的火球，在北边一隅发现了侵略者的行迹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那处已无一生者。人家躺在那儿让你们查，你们居然还查了这么久，微臣惭愧。继续说，到底是谁有胆量敢来袭击我们仙界？北海一族。北海一族，他们一向是性情温顺的一个族群，千万年来从未挑起过战争。这次发了疯的袭击仙界，背后定有隐情。无远，在，立刻去北海一探究竟，速去速回。是。啊，看来芙蓉这次真是花了点心思在沈林养伤的地方。皮外伤而已，何须养那么久？简直是浪费时间！你让我出去！伤没好以前，哪儿都不能去。那些天火根本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，主要是我此前进了洗髓池，被洗去了灵力而已。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哼，若不是房中灵位之气溢出，无知友人们以神力护住你的心脉，你还能像现在如此大声的跟我讲话吗？如此，竟是那些灵位之力漏了出来，护住了我。这些上古神也真是神奇，都已经毁得只剩下一个牌位了，却还要抽空护住个把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神君，下次去祭拜的时候，替我说声多谢。另外，既然当时我已经被护住了，那就说明我已经没事了，我可以出去了。不行。你关着我做甚？你非要出去做甚？啊！已经3天时间了，仙界却还没有捉到主谋。说什么派人去探查消息，就算是前天出发的，这2天从仙界往北海也能跑10几个来回了。难不成这探查消息的人是栽到水里迷路了不成？怎么办事的？该着急的人不着急，你在这儿瞎着什么急？我再被关下去，我就差瞎了。换做往日，我定要提枪剿了那群混账东西的老巢。我看你啊，是挨欺负了，心有不甘，想讨回来。你不准走。我会帮你讨回来。不需要。你这伤还疼不疼？放我出去。不。神君，
神君，王爷，王爷，天君请你去凌霄殿，有要事。何事不能托人传信过来？神君，真是要事。带路吧。那便一同去吧。毕参谋，灵界传来消息，灵界都城遭北海一族袭击，灵尊昏迷，10数名将领牺牲，各处战乱，情况极危啊！何时传来的消息？5天前就传来了，只是仙界遭了祸袭，各仙家奔波忙碌，这书信今日才传到我手里。这是5天前的战报，如今情况只会更糟。仙界的形势之慢，已经让人无话可说。然而此时，任何对盟友的抱怨都是无用的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需要冷静分析。如此看来，5天前仙界遭到的攻击乃是佯攻，是对方声东击西之法。对方不过虚晃一招，已经让仙界众人上下奔波，乱成一团麻，无暇顾及其他，自然也不可能相助于灵界。但是灵尊昏迷，10数名将领牺牲，如此惨重的伤亡，这不是灵界应该有的。灵界的将领皆是万中挑一的精英。沈离恳请天君让在下立时返回灵界。这是自然。灵尊昏迷，定是伤得不轻。这些丹药呢，拿给灵尊服用。我已点兵，很快就助灵界剿清悍匪。灵界的暴乱与遭到攻击，绝不是偶然。若是按照常理推断，这应当是夺权之争。北海一族或许也只是借来的幌子。神君与我想到一处去了。我想这灵界肯定有人暗中作怪，想推翻如今灵尊，另立新王。可彼时新王定与仙界相对，这麻烦极大呀！神君近来奔波劳累，这百花宴呢也未办成，我等真是无能啊！神君离天外天已久，然而天外天呢是……明日我便返回天外天。好。这些日子多谢神君照拂，神离告辞。倒是可以好好控制一下了。进退失据，怅然若失。无论是世间事还是他，你早知道的，该放手。来，慢点啊！来，是。
大娘，什么人？什么人？王爷，是王爷，王爷回来了，王爷。将你们的情绪收好，成何体统？本王不管现在发生何事，军中将士当差之时不许落泪，若再让本王看见有垂泪动摇军心者，斩！遵令。灵尊在何处？回王爷，灵尊现在正在寝殿之中静养，还未清醒。王爷，难道灵尊的伤又恶化了？灵尊还在昏迷。哟，这是天君给的丹药，你们看看是否能用上。王爷实乃是灵界的福音呐！奉承的话就别说了。灵尊为何受伤？灵尊所受之伤是颈项上一剑，而这一剑却不重，真正这是灵尊昏迷不醒的王爷是毒。什么毒？好似是一种瘴毒，初中毒能使人丧失理智，而后会致使昏厥不醒。若中毒者身上有伤口，其伤口便无法愈合，流血不止。但这种瘴毒与别的瘴毒有些许不同，它好似对灵族之人的身体伤害极大，可对其他别的东西却没有什么威胁。这简直就像是针对灵族而提炼出来的毒药一样。瘴毒，我中的毒很难解吗？略微有些困难。可那时那毒并不太厉害，行者也稍动法力，便将瘴毒驱散了。如今这毒，当时那人不是死了吗？青颜赤荣呢？二位使者在出事前被灵尊派去调查各地傀儡作乱，尚未赶回。这么巧，简直像是算计好的一样。那些将军，牺牲的将军可有安葬？尚在城外军营中停放，可能还得几日才能下葬。为何？根据军规，大战过后，要先把士兵都埋完了，才能安葬将领。已经过了5日，到现在士兵还没有安葬完。好好守护着灵尊，务必要让灵尊尽快醒来。是。救下娘儿！王爷回来了！王爷回来了！灵界并不是一团散沙，这些士兵也不该把谁看作救世主，他们该是有秩序的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该按计划行事。平常他们也确实是这个样子，即便是吃了败仗，也不会见他们有这样的表现。而这一次，看来情况比想象中更加严重。王爷！末将无能，末将有罪。2位将军请起。
到底是多大的打击，才让向来有士气的灵界将士如此颓然？先跟我说一下，灵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5日前，一队人马忽从南边袭来，他们只有200人马。200人马？200。区200人马，竟将我灵界践踏到如此地步。对方什么来头？他们打的是北海一族的旗子，来的皆是彪形大汉，浑身黑衣铠甲，力道惊人，而且手中兵刃锋利无比。他们将人的脖子直接折断，或是活活打死，更有甚者，将人直接劈砍而死，力量极大。他们的皮肤好像异于常人，普通的士兵难以刺入。唯有稍有法力的将军，将法律关于兵刃，才能伤其一二。对方有无留下尸体？没有，我将肯定，已经砍下30余名敌人的头了，但尸首皆被对方带走，唯有8、9名敌人被灵尊擒住，生生炸成肉泥。若是他们的话，有200人，力量确实不可小觑。对方的领头之人是什么人？是一个戴着斗篷的黑衣人，外形与常人无异，但一手剑法极为诡异。灵尊便是被他的剑所伤。不愧是毕苍王啊！如此，倒也说得通。只是他怎么会是北海一族的人？先前他在人界诛地仙山神，现在又大费周章的先佯攻仙界，又袭击灵界。他们攻击灵界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灵尊金印被他拿走了。金印？当真是夺权吗？可是光夺走一个金印，又能夺什么样的权呢？这里躺着的人，本王皆能唤出他们的名字。但如今，有的却已认不得他们的面目，有的尸首不全，有的面目全非，还有的……这是谁？莫方，他拼死斩下3名敌人的头颅，却被几名敌人团团围住，活活吞噬了。莫方，莫方被吞噬了。
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没有尸体我不信。末将亲眼所见莫方将军被他们吞噬，末将也是。知道了，本王知道了。灵族惨败，将士惨死。若那时我在，或许就不会这样。王爷不必自责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后悔无用，遗憾也无用。我能做的，是让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。下次土地怎么让的？外人所会发生啊！你让娘怎么活？看过生命的好，不息的流淌，挣脱束缚的壳，追寻着希望。生之向往，无以无名燕王川。
我残阳，生之向往。生之向往，生之向往。我毕苍王沈以命立誓，此仇必报。将军，属下收到确切的消息，沈离在今日下午便回了灵界。他带回了仙界的丹药，解了灵尊的毒，然后施展术法，安抚了都城数万生灵。简直就像个救世主一样啊！难怪灵界的庸人都将他供着，搜遍整个灵宫，也不见碧海苍珠的气息。定是沈沐月那家伙已经把珠子给了沈离。看来现在不得不对付他了。将军，上次一战，我们已折损了58名傀儡，有的尸体尚在拼接中，短期内怕是不宜再战。沈离再厉害，也不过就是一人而已。捉几名傀儡往虚天渊去，动静弄大一点，把沈离给我引出来。彼时我再亲自动手，杀了他，取回碧海苍珠。是，可是少主他……事成之前，不能让少主知道。是，属下明白，属下明白。少主在沈离身上已经心软过太多次了。我杀了他，是为了取回碧海苍珠，也是为了除一后患。等沈离死了，即便少主再有异议，他也无计可施了。去找几个精壮的活人来，助我调理内息。属下得令。灵尊的毒已然退去，但因之前失血过多，尚未苏醒，
由我们3位长老代替灵尊暂行职权。在敌人袭击王都之时，暴乱发生，然而不过几天，各地都渐渐平息下来，简直就像为了牵制灵界各地军队一样。会发生这样的事，那说明有内鬼。这不单单从暴乱一事来看，老朽前几日就在研究对方撤退的路线，若不是非常熟悉王都构造的人，断然是不会这么快就撤离出去的。而且更糟糕的是，各地皆有乱象，那便说明各地皆有内鬼。查！这些内奸不仅熟悉当地，还熟悉灵界的军队构造，必是军中之人。在此一战中，失踪的人、行踪诡秘的人，将其3族全部捉拿，一个一个的审。报！各位大人，那些刀枪不入的怪物又出现了。什么？何处？人马多少？只有4、5名，他们去的方向是虚天渊。啊！虚天渊中有数以千计的魑魅，若是他们撞破结界，放那些魑魅出来，于灵界来说，那可是灭顶之灾呀！是啊。虚天渊的结界不会破，各位稍安勿躁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举动吗？有，他们沿途烧杀，所过之处没有一个活人。混账东西，真欺我灵界无人了吗？王爷，末将请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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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先前在王都都拿他们没办法，而这次就能赢得了吗？什么意思？真的由着他们横行霸道了吗？我就是拼了这条命，我也要拦住他们！哎，闭嘴！我灵族将军岂能如此轻易的便去拼命，当真让人笑话了去？此次由本王亲自去会会那些怪物。王爷，本王先前与那些怪物有过交手的经验，只是不知过了这么久，那些怪人有没有变得更加厉害，以防万一。朱飞将军、上北将军，在。你们2位皆在之前的战役中与这些怪人交过手，相比于其他将军，经验更丰富一些，也更有实力。此次由你们2位陪同本王一同前去。领命，领命。此次战役不为杀敌，只为活捉，哪怕只捉回1人也好，带回王都着人研究，找出其致命弱点，以防再次被袭击。得令。王爷还当我们是新兵吗？战场自己一巡视，我们知道。你们2位皆为军中精英，我灵族再不可失去1人。鼓掌！有。要在
宏远村民，须于须田园边远之处，常年手上起侵扰，体弱无灵力，不利助灵界降服邪祟，非有其愿。灵界安宁，出邪退去，拜。走吧，走吧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嘘，就待在这儿，吓他一跳。嘿，哎，你们别走啊，火沙远。嘿，吓坏我了！我就知道你在这捣乱。房子里太黑了，我们去外面玩吧。嗯。这不是阿红的面具，刚才还在这儿的呀。石头狗，阿元怎么了？快跑啊！那是什么？妖怪！你救我！我快跑！火烧仙界，烧伤本马，这是还你的礼。
有趣啊，有趣，这才配做我的对手。德蒙王爷挂念是鄙人之福，实不相瞒，今日欲向毕苍王求取敌物，我知道你定是不会答应，所以劳烦王爷把命留下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王爷四追逐王而走，正是王爷，快走！